来吧，新玩具超将魔魂出品，《神龙斗士》80、90后一代经典的动画片，而这其中印象让人最深刻的 BOSS， 我觉得黑龙角放在第2，应该没人敢放第1了。其实之前出过一些黑龙角的相关产品啊，不论是官方还是后来第三方的绝创这边，但是超将魔魂这一套主打的就是一个大。看放在这里占地面积有多少？之前我们玩过他们家出的合体达和剑王，确实尺寸是非常夸张的。而这一套黑龙角，如果你和萝卜魂出品的这些神龙斗士配比的话，是可以还原出来动画片里边那种非常夸张的体型比的。我们先来看怒龙魔，整体来说的一个还原度，对于动画片里边的一个表现还是不错的。涂装方面，在红色的角部分用了金属漆，这边用的是金漆的点缀。不仅如此啊，其实这一套产品里边还会带透明零件的替换眼，把脑袋拔下来，拆开这个盖子，就可以把眼睛换一下。而且这里边都加了孔位，也是方便后续自己魔改，加个灯了什么的。骂黑魔这2个巨大的翅膀一展也是非常夸张的。根部的这段关节使用了齿轮，眼睛这里也是透明零件。很粗壮的2条翅膀，细角魔巨大的蝎子用脚趾头做成了钳子的部位，这些脚趾地方都是金属漆的涂装，包括蝎子的尾巴、后边的小腿、眼睛这里也是可以替换成透明零件的。我们需要把脑袋跟这样拨开，这2片顺着里边卸下来。咋说呢？透明眼睛换上以后是要比这个感觉灵性一些啊。如果里边再能加个灯就好了。造型方面也是非常不错的，很夸张的2个大钳子，尾巴这个地方也是多段的关节。此外还有合体的大头面部，这个有一点可惜啊，这一套并没有做到一体变形合体，还是需要配件的。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尺寸的关系吧，为了人物的这个面部比例做出了取舍。老版的玩具其实是从肚子里边伸出来的这个合体大头，但可能因为最后还原出来比例的关系吧，果然还是换上透明眼睛会好看一些。那我们也是进入这一款合体过程，首先2个大脚趾掰开，腿部立起来。旋转180度，胯部的齿轮关节拧上去，尾巴这里向后撇开，旋转180度，2个小爪子翻上去，腿部放下来，旋转到正确的位置。上半身头上的这个造型抠下来，整体的这一块小头拔出，把大头插上去，脑门扣上。这个合体的脸能不能跟老玩具一样从胸腔里边升起来？但是吧，你看这个脸的宽度，还有肩膀的这个零件以及胸口整个零件的宽度，它是要比它大的，所以塞不下去啊。这个也是为了保证最后合体时候这个脑袋的一比例啊。如果说把它做小，或者说像老玩具一样做窄的话，是可以塞到肚子里边的，但是那个样子就会出现一个窄脸变长的脑袋，加上这个体型，可能最后美观度比例上边有所失衡吧，所以最后也是选择了这种插拔的替换脸方式。小臂这里把这红色的角 Z 字折叠包起来，然后旋转贴合，顺着里边的杆子往起提，卡在肩膀上，注意这个缝隙的对准。腿部这里同样设计成了插拔式。老玩具的结构是啥呢？大胯连着这一块的肩膀，你可以直接一个杆子跟这儿拉过去，但是吧，确实这个样子会影响单体的一个可动或者说美型吧。现在也是为了保证单体的一个胯关节啊，它把这里做成了插拔式，里边是有一个扣子的。我们往前推一下深蓝色这个带弹簧的框子，里边有锁着的边，就可以把这解锁开了。看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一个孔，但是呢，其实这个胯部啊和腰部这里锁的并不是很结实，能锁上，你平时这样甩是掉不下来的，但是来回拧容易脱开这个扣子，因为脊椎这里其实是一个滑槽，如果说稍微的往里滑一档的话，前方的这个孔就跟这个扣子脱开了。所以这一块卡的不是很稳固，我觉得在这根脊椎滑到底的时候，这边如果能有一个锁定的话，前边这个就能撑着点力了。倒是看起来挺细的一个脊椎连杆，其实是尼龙的材质，柔韧性很好的。
我们打开胯部就可以把这2块卸下来，然后把这一块滑道缩进去，手从脚底下拉开，脚后跟填平，脚尖这一块拿过来，再通过肩膀这里的滑槽把胳膊连接起来。这时候掏出下半身，顺着蝎子脑袋插到胸口里面，然后用那个弹簧锁子锁住，上下半身就结合起来。这个扣子插的就很稳定了。背后这里调整一下，把蝎子的2条腿摆到这个凹槽里边，尾巴的这一块转过来，这随便摆一摆吧。抹黑膜变形就简单了，脚直接往后掰。翅膀的根部这里有一个磨盘的双段转动，把这根杆调到上方，头双关节折下来，折下来以后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卡槽，我们这时候就可以顺着脖子后方的插桩连接进去。注意看前面有一个3角形的空口，其实是插这个嘴儿的地方。那么好，超降魔魂的这款黑龙角我们就合体完成了。这个尺寸还是非常有压迫感的呀。合体后的高度在33公分左右，如果量到背后翅膀最高处在36公分左右，宽度来到了44公分。那如果你对这个尺寸没有什么概念的话，我们来个参照物，记忆的擎天柱摆在它旁边就这么一点点。所以这也是超降魔魂出这款的一个初衷吧，它其实就是想做一个巨大的 BOSS 来配主角。然后我们再掏出这把39公分的长剑，哇，这个尺寸你哪梳理去？我这个棚甚至有点塞不下。作为主要支撑，肩膀这里使用了齿轮关节，合体以后的腰部也能旋转，这里在蝎子的脖子位置也做了齿轮，然后是大胯的位置。不过其他的位置大部分就是轴关了。整体来说，用料材质方面吧，其实也能从视频里边感受出来，浅蓝色的部分它的表面是非常的油光亮滑的，深蓝色的部位又做了哑光的磨砂处理，再搭配红色和金色的亮面金属漆，让这个明暗的质感肉眼看起来会非常的不错。另外就是在关节和变形的连杆部位使用了尼龙零件来增加它的柔韧性，不至于让你掰断。但尼龙的劣势也是因为柔韧性太强，所以感觉摆起来有点晃悠。不过静态摆放的话，支撑性问题不大。作为神龙斗士系列的玩具，变形也好，合体也好，它的难度都不是很大，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超巨大的 BOSS， 造型也好，还原度也好，做的都是十分不错的。可相较于这一家上款出的合体达来对比的话，这一套身上其实是没有什么合金零件的。上次我们玩合体达，2只脚也是为了配重的关系啊，腿上这一块，尤其小弟的脚丫子底下，都会加入大量的合金零件来增加它的稳定性。可能也是考虑到单体蝎子形态下，2只大脚板加了合金配重块以后，就显得不太平衡了。不过目前看起来站立的稳定性没啥问题啊，再加上就算没有合金零件，这一套合体完成的分量也是放在那里的。如果说太重了的话，其实对于把玩来说还是比较累人的。想必收藏《魔神英雄传》的这些朋友们都会想要一个超级巨大的 BOSS 来配合你的场景互动。超降魔魂的这款黑龙角有没有达到你心里的预期值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